10月新机潮啊，这个 vivo 打响了第一枪。那我手里的就是刚刚发布的 vivo X300 Pro。那虽然先 Pro 后 Ultra 是蓝厂的常规发布节奏了，但面对今年竞争更激烈的机权 ，vivo 还敢继续单发天玑旗舰，那足以看出 vivo 对于自己的调教能力啊相当有自信。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全方位的盘一盘它的实际产品力啊。看完外观，大家觉得颜值如何呢？那我的看法啊 ，vivo X300 Pro 包括 vivo X300 标准版整体的设计啊是克制且自信的，核心在于感知最大的这个后背设计还是有传承的。在传承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些微调和优化啊，比如这个正面直屏加1.1毫米机窄4边，加上大阿角的设计啊，视觉沉浸感绝对是拉满了。那后盖用了丝绒玻璃工艺，上手你就能感受到这种舒适的触感，不沾指纹，非常清爽。那我个人强烈推荐我手里的这款旷野棕，那看真机有种莫名的治愈感啊。整机实测227.7克，那妥妥的旗舰级分量感。那好在机身厚度还是比较克制的，即便是直角边框也控制在了7.99毫米，那一定程度上是能提升这个握持手感的。我们继续简单聊聊这次的 Orange OS 6，锁屏的趣味光栅主题就是给到的第一个情绪价值，可以设置2到4张照片 Live Photo 或者视频，那还有多种过渡效果，左右晃动切换，非常丝滑。然后呢是 APP 打开关闭的动画，流畅丝滑，这属于基操了。关键是过渡动画的细腻调整，那不再是极其线性的过渡，而是该快的地方快，该慢的地方慢。那包括控制中心的这个展开动画，还有充电解锁的动效，看起来都是非常的舒适的。那应该说把原先的这套扁平 UI 变得更加生动了。然后呢是满血的苹果全家桶生态互联。那除了之前已有的能力外，这次新增了 iPad 的无感互联，可以和平板之间呢实现跨屏协作以及一些功能的同步。那还有在 iPhone 上的照片，在建立互联后，可以在 vivo 上访问并且编辑修图，修完图还能拖拽到原子岛，一步发送到微信或者小红书，那进一步提升双持用户的使用体验。当然啊，还有非常多的特性，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回顾一下2025 vivo 开发者大会。我们这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边拆边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后盖呢为玻璃材质啊，待会位置呢采用冷雕工艺，将盖板加工出火山口造型，弱化这个突出感。侧边拼接带有竖纹的金属装饰环和玻璃镜头的保护支架。后盖内侧右上角的闪光灯透镜呢，采用2种不同规格的菲涅尔透镜，从而来实现不同焦段的补光。那这是24毫米、50毫米、85毫米3个焦段的闪光人像照片，可以看到面对一些弱光环境的拍摄相当实用，不用找光源，也省去了带补光灯的麻烦啊。Deco 内呢添加黑色塑料内衬保护，内衬呢通过粘胶和3颗螺丝配合金属片的多重固定方式装在后盖上，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3颗后摄以及后置麦克风收声孔四周，其中潜望和主摄的防尘泡棉内还添加了一圈粘胶来提高防尘密闭效果，主摄的粘胶内呢又额外多给了一圈泡棉，形成一共3道防线，防护效果拉满啊。内衬边缘设计有2根金属柱连接主板，使金属 Deco 呢也成为天线的一部分，下方贴有多条缓冲泡棉，填充机内间隙，加强抗地热的性能。第3步，拆卸主板。从主底部分来看，和上代一样，上方横置了一颗硕大的潜望模组 ，NFC 线圈呢围绕在后摄模组四周，那这代的位置呢会更加的合理，方便使用。下方呢是支持40瓦功率的无线充电线圈，同时具备反向充电功能。散热膜分布在顶部扬声器、电池和无线充电线圈之间，以及底部扬声器的位置。其中底部扬声器的散热膜还向上覆盖到了电池底部，来扩大整机的均热面积。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主板盖板，盖板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正面除去 NFC 线圈外，还沾有一条 FPC 天线和外围传感器排线。排线上呢集成有用于万能遥控功能的后置红外发射器、激光对焦传感器以及后置麦克风。那其中激光对焦传感器使用黑色胶套保护。来到盖板内侧，顶部扬声器集成在左上角，
发声单元的规格和上代保持一致啊，是 AAC 瑞声科技的 1210D 啊，但内部这次填充了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低音方面的表现呢会更好。前摄位置贴有导电部，内连座配备压紧填充泡棉，防止接口松动。那回到主体部分啊，前摄位置覆盖散热膜，加强自拍和视频通话时的散热表现。潜望模组上的导电部一直延伸至主板屏蔽罩，提供电气防护。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那所有镜头中啊，只有潜望配备了金属防滚架。潜望呢采用一次反射方案 ，CMOS 竖立在模组右侧，转到侧面就能看到 CMOS 所在的位置呢贴有散热膜，并且一直向内延伸到了模组背面，加大这个均热面积的同时呢，还可以将潜望 CMOS 发出的热量传导至中框上的散热膜，进一步加强潜望的散热能力啊。潜望模组的尺寸和上代基本一致。摄像头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主摄传感器呢是索尼 LYT828，潜望呢是于三星 MTK 深度定制的 HP Blue， 前摄传感器升级为超广角同款的三星 JN1。实际的拍摄体验啊，这段时间我们也拍了不少样张和视频，那得益于硬件本身的素质和丰富的滤镜玩法，各个焦段、各种场景下都非常容易出片啊。从这些样张，大家也能感受到最核心的色彩、清晰度、对比度这些都足够出色，那这是能出片的底气。建筑、风景、美食、人像等各种主体，在白天、傍晚和夜间呢，都能呈现出色的观感。还有超长焦段的解析力啊，得益于全新的蔡司2亿 Apple 潜望模组，清晰度又有进一步的提升。那说到2亿，这次新增了3倍光学变焦的2亿模式。从对比样张也能看出啊，相比普通模式，放大看树叶、建筑纹理和远处的文字，清晰度显然不是一个级别的。在光线充足的白天，整体影调和普通模式呢也没有什么明显差异，相当实用的一个2亿模式。那有了更高的清晰度，就能带来后期的构图自由。对了，这一次 vivo X300标准版的主摄也是2亿像素，平时用主摄23毫米焦段拍摄风景呢，也有了更多的构图自由。那基于这个能力，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产品思路。那很多用户啊，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的焦段，如果能靠一颗高像素大底的主摄搭配算法，保证23到85毫米焦段的拍摄体验，那这样内部结构堆叠就会有了更多的取舍空间。那比如更轻薄的机身、更大容量的电池、更好的外放效果，或者更沉浸的震感体验等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思路啊。再说回 X300 Pro 的人像，这一直是 vivo 的强项啊，也是感知相对较大的部分。那常规模式几个焦段下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出色，清晰度、虚化、色彩都非常在线，顺光、逆光、夜间都非常出片。那重点来看这次带来的新体验，首先呢是全新的蔡司自然人像，那对应美颜菜单里的真实选项，旁边的透亮就是之前的经典风格。从对比样张大家就能看出，真实模式下的人像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去掉美颜算法，而是在算法和自然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啊。对比 iPhone 拍摄的这张照片就能看出明显差异啊。对于正在倒时差的我来说 ，iPhone 确实很自然，但也精准呈现了我的疲惫感。而 vivo X300 Pro 的真实模式，在保留人物骨相、痣这些脸部信息的基础上，把人物肤色和肤质做了适度优化。那这么看起来，显然就没有什么疲态。这就是 vivo 对于自然人像的理解啊，我觉得没毛病啊。特别是对于女生朋友们来说，即便是自然，也要保持时刻美丽啊。除此之外啊，这次还有撕拉片、闪光烟花人像这些主打情绪价值的模式，实际效果大家看照片就能感受到了。那前面说到了长焦的清晰，但这次其实还有更多的特性，比如在10倍到30倍焦段下拍鸟，也能拍出人像的虚化效果。结合算法，把鸟和背景彻底分离，再复刻蔡司折返镜头的虚化效果，看起来就立体梦幻了不少。还有长焦的抓拍能力啊，这是我们在广场抓拍的一位正在学滑板的少年。那不管是白天还是落日时分，都能清晰捕捉整个人物的瞬间动作。平时拍孩子和宠物还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啊。然后呢是长焦微距功能，现在支持最高20倍的长焦微距，那可以说是远近都出彩了。视频方面啊，在继承 4K 120帧以及全链路10比特 log 的能力之上，这次的人像视频终于支持在 4K 60帧下开启美颜和各种滤镜了。对于视频创作者以及喜欢拍视频记录生活的朋友们，显然是更友好的。另外啊，这次在 Pro 上也支持了摄影师套装。那除了之前演唱会以及打鸟的优质体验外，还新增了
风光、抓拍、人像、专业、人文模式的入口。这一点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把之前的功能复制粘贴过来，因为装上增距镜，相当于整个物理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所有功能和算法都得重新匹配优化，所以为什么我说诚意十足了？聊完拍摄体验，多说一嘴这次的相机 UI 界面，那功能非常多啊，从抓拍、风光、人像、拍照、录像、人像、录像等等啊，并且每个模式还都能调节各种滤镜和效果，还有专属的街拍模式。从这些功能也能看出 vivo 是把这些年积累的影像能力一股脑的都丢出来了，想带给用户一台具有全场景拍摄能力的旅拍神器啊。取入主板采用双层叠板设计，下层板呢使用0.48毫米厚的 PCB 板材，3颗后摄中只有潜望长焦使用了破板下沉设计，直触中框上的散热膜。主摄和超广角都架在主板上，与核心3大件背靠背放置。理论上对于散热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主板上只有2个电池接口，四周有泡面圈保护，部分小元件有做封胶处理。主板左上角集成有2颗闪光灯灯珠，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以及顶部麦克风。背面的屏蔽罩上贴有提供电磁屏蔽以及加强散热能力的铜箔。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涂有导热材料，薄弱位置使用金属片加固。顶部呢集成有汇顶科技出品的前置环境光传感器，具备距离感应功能。整机一共配备前后2颗环境光，属于旗舰机的标准配置了。取下可拆卸的屏蔽罩，轻雕导热材料，吹开罩框。核心3大件的 RAM 和 ROM 都来自三星，采用 LPDDR5X 加 UFS 4.1的规格。那特别要说明的是，我这台顶配1T 版本的 ROM 内采用了双控制器，使原本的双通道升级为4通道，那也就是2组 UFS 4.1并行，大幅提高了 ROM 的读写速度。这个就属于提前步入了 UFS 5.0了。当然，能实现提速的更底层原因也少不了这颗发哥最新的天玑9500的支持了。并且 vivo 还与发哥进行了更加深度化定制，将自家的蓝图影像芯片 V3 Plus 直接集成在了 SoC 内配合 ROM 右侧外挂的自家 VS1 影像芯片，实现更出色的影像体验。还有上层板上的这颗 Z100环宇信号放大芯片，用于提升天线的工作效率，再配合主板上的4颗 WiFi 增强穿墙芯片，针对性解决了室内 WiFi 信号死角和卡顿等问题。那在我用过的各家安卓机里vivo 的 WiFi 信号表现确实是很出色的。分层后可以看到，夹层中没有添加导热材料。从实测游戏的数据来看流畅度肯定是不在话下的。主流几款游戏都是满帧运行，机身温度呢控制的也不错，高负载的星铁最高温呢是43.4摄氏度，整体功耗的表现讲真和第5代骁龙8至尊版的差异并不大。所以vivo X300 Pro 不光是只有出色的影像，游戏性能的表现同样很出色，可以把天机调教看蓝场这句话打在公屏上了。中框主板区域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前置环境光传感器和前摄4周，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和顶部扬声器呢采用红色胶圈密闭，防止漏音。潜望和核心3大件的对应位置有做镂空设计，使得热源可以直接通过中框上的散热膜和 VC 均热板带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ROM 的镂空位置是没有涂导热材料的，进而猜测镂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ROM 颗粒的厚度较大，使得中框特意进行了镂空来让渡空间的。那潜望区域的镂空设计肯定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以降低镜头的突出高度。SoC 4周的泡棉圈可以为主板提供缓冲保护，潜望4周的限位结构用来防止镜头偏移。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卸下散热膜，挑出同轴线，取出副板盖板。X 轴的线性马达粘在盖板内侧，马达呢来自 AAC 瑞声科技的 ESA7514A 规格。那通过第3代技术平台打造，体积和硬件综合性能呢都介于 ESA0816和 SLA0620之间。蓝厂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震动体验了，可喜可贺底部扬声器呢是歌尔股份的1115P 规格，内部同样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那综合性能和上代用的115是一致的。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采用0.45毫米厚的 PCB 板材，防护待遇基本和主板保持一致。屏幕接口上有泡棉圈保护，大部分小元件有做封胶处理，薄弱位置呢有金属片的加固。上方集成有1颗底部麦克风、SIM 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根部有做封胶处理。内侧呢配备防尘防水胶圈，那依旧是5Gbps 速率的 USB 3.2 正一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放大后呢，可以看到供电脚位有镀惰性金属，来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整机和上代一样，共配备了3颗麦克风，属于旗舰机的常规配置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无需担心防护结构损坏。
挑开指纹模组接口来看中框副板区域，马达的对应位置呢贴有压紧泡棉防止异响，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密闭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气膜，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防尘网保护，整机通过了 IP68加 IP69的双重防尘防水认证。第5步，拆电池，电池有快拆设计，采用单电芯双接口方案。这块第2代半固态的蓝海电池，不仅在低温下可以正常工作，容量也来到了6510毫安时，24.55瓦时啊。制造商呢为东莞新能德，毫无悬念的 ATL 电芯，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来到864瓦时每升左右。包装内附带有90瓦快充头，实测峰值功率51.1瓦，1到100充电用时53分钟。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分离屏幕。屏幕采用京东方独供的 Q10 Plus 发光材料，1.5K 分辨率。调光呢采用全亮度的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以及全 DC 调光，配合原偏振光技术，护眼效果还是非常到位的。实测手动全屏最高774尼特，强光激发后呢突破1900尼特。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驱动板上呢也有相同的照顾。中间的3D 超声波单点指纹联合汇顶推出了2.0方案，除了提升录入速度和失手解锁外，面对我们店铺里的各种厚度的钢化膜都不存在这个衰减的情况。屏幕底部使用 LiPo 封装工艺，将黑边控制到了1.1毫米左右。触控 IC 呢改用汇顶的 GT9912V。中框上贴有一片面积在6000平方毫米出头的散热膜，CR 散热膜就能看到不锈钢材质的 VC 均热板了，面积呢有3500多平方毫米啊。下方指纹模组的对应位置贴有泡棉，防止中框和指纹硬碰硬损坏。驱动板的对应区域也有多条缓冲泡棉，加强屏幕的抗跌落性能。那注意中框底部的这片白色防水透气膜，撕下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泄压孔通向 Type-C 接口右侧的这个洞，同样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不用担心防护结构损坏。最后的中框总成采用目前中高端手机标配的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3种共22颗螺丝，重丝归位。那拆完体验完这台 vivo X300 Pro， 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有3点。首先是在保证更出色影像体验的基础上，外围配置整体是有提升的。那毕竟影像模组大家也都看到了，在内部的占比是巨大，那说明 vivo 在结构堆叠上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其次呢，是 vivo 对于天机芯的调教愈发成熟。那不管是硬件整合还是软件方面，显然这个自由度和配合度都更高。那实际上呢，也确实带来了更流畅的 Orange OS 6，更丰富出色的影像能力，更稳定的性能表现，以及更持久的续航体验，甚至有一些是在骁龙平台上看不到的特性。最后就是今年的 Pro 确实具备首发的底气啊！我觉得对于那些非极致专业用户 ，vivo X300 Pro 就是不错的旗舰之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